通风的这个关键的技术，它主要是哪几个方面呢？是岩层的这个风带，它会漏风的。计算与显形的一些要素。一般硬岩是要求不低于0.5的功率性在做冲。大家好，3年前，白云说隧节目和隧道通风技术的专家郑经理教授及高级工程师讨论了隧道通风的作用、通风形式和隧道通风领域面临的挑战。今天我们想就隧道施工通风的一些关键技术问题和技术经济指标等内容做进一步的讨论。为此，我们来到了福建中天交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与张延波总经理开展了一次对话。张总在隧道工程领域已有整整30年的工作经验，他曾参与中国首个岩石 TBM 项目西康铁路秦岭隧道施工，此后下海创业，致力于隧道施工配套设备的研究、隧道施工工法的研究等工作。2019年，他与世界著名品牌西班牙的崔全公司合作，专注于隧道通风技术的研究。张总，今天我们讨论通风问题。我们通风经常分哪几类啊？从广义上来讲的话，应该分3大类，一个是矿山通风，一个是营运通风，还有一个是施工通风。但是它的那个通风的这个关键的技术，它主要是哪几个方面呢？关键的是这个工具哈，就风机作为工具存在的嘛，就是风机的这个设计模拟技术，这个是目前行业内重点的一个痛点与难点，需要依赖的实验室的设计运维，这点可能各个企业良莠不齐啊。国内目前倡导的比较多的，就是说这个远程啊、智能控制系统。这个是不是说我们这个风机的这个设计啊，到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阶段，它还是需要实验室来进行对设计的东西理论进行一个验证，是不是？然后再用到现场上去，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是的。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实验室是非常重要的，是吧？那我们国家这个风机的这个实验室，您了解的是主要是分布在哪些单位？其实来说呢，就是说，包括行业内一般认同的，是有一个机构哈，通风的一个机构 ，AMCA 实验室的运行与建设机构，它有它的规范。国内呢，也有2到3个，好像是2家，实验室做一些出口用的一些验证，符合国际标准。对，因为人家只认这个嘛。其实国内这个风机人家厂家是特别多了啊，但是在欧洲的话，真正的品牌的工厂也并不太多。欧洲品牌在中国市场销售的风机只有4家，在欧洲生产的风机也只有1到2家，因为品牌在欧洲，它不一定在欧洲生产。目前欧洲长大隧道的施工通风啊，我不讲矿山施工通风，其实来说呢，目前还是首推最创嘛，应该在国内存量应该有400台左右了。目前主要用的两铁和一些公路施工比较多，水电系统目前用的比较少。张总，能不能谈一下我们 TBM 施工风机的它的一个计算与显形的一些要素？风机的主要参数就主要4个哈，当然其他还有噪音等等哈。主要就是风量、风压、功率和效率。咱们风机工作的本质是将它自己发生的风量压缩到需要的位置。所以说，在评估一台风机的好与不好，那风量、风压的匹配度最主要指标了。因为我产生风量，我压出去的没问题啊，你压不出去，那就是有问题的。选风机功率就不能够代表风机的能力了，是吧？因为它是变量嘛，风量每增加1倍，那风压就变平方倍。所以说，我们认为风机的风压是最重要的指标，一定能够匹配这些风量发生。这个风机的这个身份证件就是性能曲线，但这个性能曲线每个厂家、每个品牌表达方式不一样。这个 Y 轴是风压，X 轴是风量啊。风机在作用不同的阻力情况下，它的风量是可变化的，因为风压、风量变化，在同一转速情况下就形成了这条曲线。
每个厂家的供风机每一台都应该有这个存在。风机发生的风量就等于蓄风量再加上漏风量，通过这个风带压到掌子面，过程中要漏风的嘛，漏完之后剩下那部分风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风量了。它这个漏风量是指那个过程当中的这个模阻力，克服这个模阻力，这个漏掉，因为它的损失的风量是延长的这个风带，它会漏风的。对，目前国内评估是用的是这个100米漏风率，全球绝大部分国家，甚至说咱们的香港地区、台湾地区用的都是瑞士的196，SAA 196标准来算的，因为是要考虑风压对漏风的影响的，考虑风带质量对漏风的影响的，国内是经验值。所以说呢，我们对 TPM 通风的时候，大家一般情况下会要求用196的计算，再反推100米漏风率。如果说国内的这些计算人拿100米漏风率来算漏风量，就一定是错的。搞通风研究的这些人员也在研究风带直径大小、风压对咱们100米漏风率的影响。目前这方面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一些规范存在。一般规范要求是全断面开挖不低于0.15米每秒啊，这是一个回风速度。回风速度乘以断面积是风量嘛，蓄风量。那盾构与 TPM 施工一般硬延是要求不低于0.5的，这个规范中没有严格要求，是行业内的一般认知，就硬延的嘛。那软土基本上是0.25的，那如果存在的一些瓦质气体，可能还存在其他的一些要求，这是一个基础的速度，基础的回风速度。其实这个回风的速度，按照字面上的理解，就是这个风送到那个掌子面，吹回来的那个风的速度，回风速度。回风嘛，这个整体断面积因为0.25或0.5的回风，你用仪器来测试，几乎测试不准的。那其实测的是进风的速度，并不是回风的。测风速再乘以咱们风带的截面积，就风量、蓄风量就出来了嘛。蓄风量出来了。再除以咱们开挖断面，开挖断面的面积。对，这个实际上回风速度是计算出来的。厂方的那个设备啊，就是应该和设计啊，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匹配。我给出来的计算的要求和你那个厂里生产的能力不一致啊，这个是肯定不好的，是不是？对。那这里两个办法，一个呢是我计算调整，我来适应你这个产品，或者是我这个产品来适应你这个计算。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多的是。谁来主导？咱们这个行业内市场内呢，对通风的关注度不是太高，一般人没有去研究智能维，往往被误导。那就说呢，真正这个高海拔的这个地区啊，比如说3000、3500、4000、4500，其实来说呢，就是说这个随着海拔高度的升高，空气密度是降低的，电机它自身的效率会降低，和空气密度有关系。海拔之间越升高，高度越高，降效的幅度也就越恐怖。在选风机的时候，一定要把选用这台风机的性能曲线根据这个海拔来调校，而且最好是测试一下是不是这样子的，要不这个数据就不对了。张总，那么对于这个我们国家的施工通风的这个风机这个技术啊，你有哪些方面的建议？我们施工现场一般是要求有实验室嘛，对，水泥石块要检测吧。你在没有实验室的情况下，你说自己的设备没问题，业主接受吗？我们在采购风机的时候，我们没有实验室，我说没问题，你真的信吗？你也不应该信呐。所以说呢，就是说无论从这个设计研发过程，还是说最后的设备的取信度，试问数据取信度，你这个实验室是必见的。咱们现在国内缺乏这个东西的，大家都是说，哎呀，你仿我，我仿你，好像也是批量化生产，你这样我也这样，抄来抄去的，这种事情其实来说都是短期的这种功利性在作祟。我们国家对这个通风机的这个质量的管控啊，
我们工作人员在里面的一个工作环境差了，或者是噪音响，好像呢对这个最终的隧道的这个最终成型的质量没有影响，这是施工阶段的啊。也主要是大家在这方面呢还不愿意投入，这个是因为我不重视引起的啊。就是我们对这个通风的这个要求，这个参数技术参数的要求啊，和国外就是国际上的这个大型的隧道工程相比啊，它这个要求呢偏低了。传统的发达国家，因为他们隧道建的时间历史比较长了，工作环境各方面的这个要求呢，确实呢传统上要比我们更重视。这就是它的这些指标，我们呢还没有达到，甚至于在管理上对于这个风机质量的这个管控也没有很严格。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研发和实验，就是说我们的技术这方面的研究就是说还不够，这就导致有些基本概念可能在您看来还不对您最近这个几年一直在做那个西班牙那个崔群这个通风机的国内甚至于国外的代理，崔群的产品市场占有率那么大，是不是因为他们在这个几个方面，这家公司它都有比较大的投入，包括那个通风这个风洞实验室是吧？那么包括那个技术标准的这个高标准的一个制定这个甚至于这个质量的管控，我估计是他们在这方面是花了大的力气，而且呢，实践证明是他们的产品也比其他的好，这就使得这个市场占有率也很好，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啊？设备刚来中国的时候，大家不理解，你的一套设备100多万，后来慢慢了解是他们的主要的成本与研发测试。这个事情我们直接拿过来说，我们现在简单做，我们现在很多厂家是说，我们学到了玉铁龙的技术、机创的技术了，拆了一台风机仿一下，这种博来是不行的，你要研究人家为什么要这样做呀？经济上来说，我们应该不能够这样一个根据一台机器来衡量，因为我这机器派什么用场？我是为了隧道的这个空气的质量，是吧？为了工作的一个环境，为了就是一个效果它使得我们在这个隧道里面的工人的这个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工作环境里面，他的工作效率的提高，对健康的这个保护包括甚至于安全对各方面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或者说我们这个设备使用的时间更长久，是吧？如果要把这些因素都考虑进去，我相信蔡迅不应该是贵的。现在目前来说呢，国内的很多在选这个风机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使用成本超低。咱们这个在湖南第一长隧雷江山隧道，那个隧道是7000多米的，高速公路的2车道的7000多米的，他们一共用了4台风机，2台55千瓦单机，2台75千瓦单机。75千瓦单机单口的送风距离是4000，55 3000多米。正常情况下，你说4000米隧道，国产风机要配多大个风机啊？人家风机很小，能力很省，能要少绿色环保吗？那如果说你说咱们为了劳动保护，我风力加大，那我加大一点点，我的风量更大了。但是你需要加大多少？你能实现吗？你不好实现的嘛。所以这也就是说，目前机创的口碑，目前在国内的口碑，主要原因是因为它是超级省电的，但是也是超级贵的。你看你如何选择？所以目前选这个风机的这些企业，都是之前有尝试过好处的。今天我们和张总2位聊了通风机的技术问题，包括通风机的设备在采购的时候，还是必须要考虑它的效果，考虑它的一个综合的成本，以及我们通风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让我们隧道里面的空气更好，为了我们的隧道人在这个里边的一个良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好了，今天的我们白云说税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再见。